欢迎大家来到大叔俏皮好，俏皮的大叔们，今天要讨论严肃的话题。每周一都是我跟灿叔呢一起聊学习中文的大家可能遇到的状况，对不对啊？那灿叔，我们今天要聊什么样的状况？学习中文会遇到什么问题呢？我相信就很多人在学习中文里头都会遇到很多的误区，就是对，误区。我相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同学们认为啊，也是很多老师们就鼓励学生们会说的话，对，就是每学生就陷入一个比较低沉的、比较萎靡的这么一个状态的时候，老师就会给他加油鼓劲，坚持，你再坚持一下，你就能突破这个终极的瓶颈了。坚持一下，你中文就能上另外一个更高的台阶了。所以其实我在这里想和茶叔探讨一下，真的只是坚持就有用了吗？对，这个我就想到在教学生 HSK 5级的时候，我们就第一课就学到一个成语叫半途而废。所以基本上一讲到这个成语啊，老师都会鼓励各位同学坚持。如果你半途而废啊，那你之前的努力全部都白费了，白费了呀，打水漂了。对，坚持下去你就会成功。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哦。我们回到我们自己学语言的时候，以前英文老师也叫我们要坚持，要努力。我那个时候就会拿起一本英文字典，从第一页开始背。有兴趣背完吗？我很坚持，我通常都背到这个 H 就放弃了。再怎么坚持，也觉得这个方法太呆板、太无聊。对，所以搞到最后，我最熟悉的英文字母都是 A 开头的字母，前面那些后面都是没有，是不是？全部都放弃了。所以我觉得坚持只是一股劲。但是怎么坚持很重要，你要怎么让自己有兴趣，你要让自己从怎么样呆板的方法跳脱出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的确这是个误区，你一直要学生坚持，但是你没有告诉学生坚持的方法应该怎么坚持，对不对？对，所以灿叔你会怎么鼓励学生？就是坚持我觉得是不够的，是一个我觉得中文老师偷懒想要鼓励学生的一个词汇而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词了，说实话，这种大词它就有时候会有点给人感觉很虚的感觉，它不够实在。所以我觉得我不会通常和学生说坚持，因为我觉得坚持确实也带给不了他任何东西。因为我觉得对于学生而言，每一个学生他是不一样的，你需要给他一些具体的指导。而且我是觉得中国人说嘛，因材施教。比如说我们平常在教就是私教课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学生，你对每一个学生的特点是很清楚的，你就知道他的哪些点是薄弱点，而且他的哪些点是他的兴趣点。因为我就是从这个年前的时候开始上私教课的，现在也断断续续在上一些课程，然后我发现确实每个学生他都不一样，而且每个学生的兴趣点都不一样，我会针对他们的兴趣点，然后把他们往前推。我不会是说让这个过程让他们很难受，因为我知道坚持这个东西，它其实更在意的是人的意志力。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小时候就被不断灌输一个概念，你的意志要坚强啊，要锻炼你的意志力。其实锻炼意志这个东西，我之前看书就说人的这个意志力本来就是有限的，你要去锻炼意志力，就是这个让自己的意志到一个极限，那你后面会精疲力尽。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就是违反自然规律，就是我们人你不要去对抗自己的这一个天性，但是需要找到自己天性里比较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我有些学生他其实一方面学习中文，一方面其实对中国的东西特别感兴趣对。然后我那天一开始上的时候先聊一下他，后来就刚好扯到中国的一些历史啊等等，我发现他眼睛都放光了，然后我就给他讲一些中国历史的东西，甚至是比如说他要到中国来故宫啊什么的，我就给他讲这个明朝清朝的皇帝啊，以及这些政治制度啊为什么内在的一些逻辑等等，
因为我是用他能听得懂的语言，然后给他讲的是他喜欢的东西，他想了解的东西。那对他而言，这种课程他就不会觉得很痛苦。我是在对抗自己的天性，在听一些我很无聊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有些老师他其实我不是在批评别人啊，就是每个人有的方法。我的方法就是更随性，然后更针对学生的需求去提供一些课程。一些老师就是可能针对所有人，比如说上小班课，所有人的语言材料是一样的，但我相信不是所有人对这些东西都是有着同样的兴趣。对，我另外还有一个学生，他现在在上海，一开始他的中文也很好，我发现给我上课的学生呢，普遍就是中文其实能交流了，发的这个声调都挺好的。然后一开始和他聊这些在上海的事情等等，后来他说他其实在创作音乐等等，后来我们聊到了诗歌，我那个时候就引入，其实我也因为他是一个法国人，我就说其实我也挺喜欢法国的东西，以前还学过法语，然后我就和他聊文学方面的东西，他后来他又涉及了一些哲学的他比较喜欢的东西。就是我们两个一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整个人放光了，我都放光了。我和他分享一下我之前翻译的一点点小小的诗歌的片段，他会觉得很有意思。那这所有东西都是进行了一个你兴趣的一个导向。那么对他而言，他以后做学习中文的时候，他可能通过和我上课，他也慢慢知道，哎，这些东西其实为什么上课的时候我很感兴趣。我觉得有意思，因为这些东西是我感兴趣的。那么在课后的时候，我也可以更去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东西，让这个兴趣成为我的一个驱动力。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驱动力。我就老以我儿子作为一个例子，就瑶瑶其实英语我觉得他自学的还挺好的。对，当然小孩子其实对于成人而言，他有很好的优势，这是一点。但我觉得另外还有一点，就小孩子学习一样东西的时候，或者说喜欢一样东西的时候，他特别专注，他把所有精力想法全部放在那里。他现在喜欢这个飞机，所以他看的视频接受的知识都是飞机的，然后嘴巴里说的成天是飞机的东西。那么对于他而言，他看 YouTube 上这些关于飞机的视频，对他而言都是可理解性的输入，对他而言都是有意义的，平常也能用到的东西。那么你说他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会痛苦吗？会觉得要坚持难受吗？不会，他只是会觉得啊，每星期我有时间，比如爸爸妈妈规定让我有时间可以看了，我很享受很放松，而且同时真的就是不自觉去吸收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重点。我觉得真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学任何东西，兴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有兴趣，你慢慢会得到很多反馈，你变得更有自信，因为你了解的东西很多啊。你会发现，通过这门语言，我能了解这么多东西。那它就不仅仅只是一门语言了，就不仅仅像查书，只是说我要去背字典。多枯燥，多无聊啊！说实话，对，是不是？而且这个你肯定没有办法坚持很久，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坚持的背后一定是要让你感兴趣，让你有热情的东西。我觉得一门语言就是一个媒介，让你去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让你了解更多关于这个国家的传统跟思想。对，如果你把它当作是每天的例行公事啊，那是多痛苦的事，真的非常痛苦。是的。所以特别是像刚刚灿叔说的我觉得学语言如果没有一个兴趣当作动力，你到最后一定会精疲力竭你一定会觉得非常辛苦。所以特别是各位学习者已经在看大叔中文的学习者大概你们的水平都到中级左右了。对，你们常常会遇到那个瓶颈区，会 plateau 那个一个高原区吧。对，你没有办法再进步了，或者进步非常缓慢。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在听到老师跟你说坚持个毛你心里一定很想骂脏话嘛，对不对？我都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区了，我就是需要一个方法，我不是要坚持2个字。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后让你产生热情或激情的兴趣是什么？是的。然后当然养成习惯这个我们前几个 episode 聊过蛮多次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好的方法。是的，比如说一早起来你就知道你有哪一些进度要去进行，或者你有哪些你感兴趣的视频或小说你想去看。对，我觉得养成习惯也是一个让你坚持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是的，而且我觉得坚持的话就还有另外一点，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学中文这个东西需要融入你的日常生活里，是怎么融入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学习的时候，我每天都学，但是假如这个东西它不放在你的一个计划里，那么有时候突然有事情，我耽搁一下，觉得还好，但明天我又有点事情了，我又耽搁一下，我又放下了，这个东西它会变成一个长此以往的一个习惯，变成一个惯性。所以我觉得就是应该每个人其实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给自己列一下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就是除了工作学习方面还有学中文，你把它列在这个表里头，你这是每天必须做的一个事情。在学习当然学习的内容你可以是自己更感兴趣的东西，更有意思的东西，但它一定要融入日常生活里，你是需要把它当做吃饭睡觉一样，甚至像呼吸一样你要做的一个事情，它才能变成一个自然而然的你觉得不费劲的事情。你假如的话没有变成一个这种习惯的自然而然的事情，你到后面就像你说的可能会陷入一个很沮丧的状态，因为这个东西是对，因为你是在对抗自己的一个天性。所以这两方面，一方面要有兴趣，一方面我觉得一定要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里头，变成他生活的，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这才是很重要的。然后其实我也觉得说我们除了自己一个人学习之外，对，大家也可以尽量去找方法跟很多人一起学习。是的，比如说像我有个学生叫裴静嘛，对不对？他是来自泰国的，对对，他每天都听我的直播课然后他就是喜欢这种小班课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来直播课，然后就发现很多学生都有一样的兴趣。对，你在这个时候会受到鼓舞，因为这群人都是跟你有相同的爱好。对，然后小班课又让你因为是固定的时间，如果又是免费的那更好，你在固定的时间养成习惯，跟一群有你相同爱好的人一起上课，我觉得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所以裴静都会去一些社交媒体上面去看有没有这种免费的小班课或直播课可以。我看他之前还拉群跟大家免费聊天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语言就是拿来交流的，对，不要这个闭门造车，闭门造车，你们念车嘛？我们念车，我们念居闭门造车这是没有用的。有时候语言拿来交流，多跟人家说说话，你才会知道你的口语好不好。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语言找一些学习语言的时候找一些跟你有相同兴趣的人，有人会成立中文角，也是个很好的方式。对对所以这个在坚持的背后，大家一定要去思考有什么让你坚持下去的方法，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对，我也真的觉得很同意茶叔这一点，真的就是有共同兴趣真的也很重要，不然的话有时候是很孤独的。因为上个星期星期天还是星期六的时候，带瑶瑶去放飞机了，他有一个航模当时就遇到一个小孩和他同岁的，都是3年级的，然后他也在放航模，而且他的航模更好，因为之前瑶瑶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和他可以一起玩飞机的人就是而且他是一个喜欢民航机的人，就是很多小孩喜欢战斗机，他喜欢民航机，刚好那个孩子也喜欢民航机。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在这个芸芸众生之中，大千世界里就是我相信有很多都学习中文的人，但是学习中文里头他还会细分的，你知道吗？对，你一定要去努力的去找一些渠道，能找到一些喜欢中文又同时可能喜欢中国历史的人，喜欢中文又喜欢中国电视剧的人，找到这些人，你们有共同的话题，你们也可以一起聊天，一起练习中文。因为大家的话题是比较一致的聚集的。我和你说个什么，比如说我儿子和那个小孩聊天的时候，两个人说一些这个机型呀，说一些这些空难事故呀，很快就能熟悉起来了。那你要喜欢中国历史，你说个这个皇帝，他说个那个皇帝，我们都知道，对吧？你要是找一个不喜欢这方面的人，两个就算在一个中文角，你们聊什么，就说你几岁了，你没有共同的兴趣，没有共同兴趣，没有意思，对。像大家也可以加入这个大叔小站嘛对，用我们的这个小说来当做共同讨论的一个材料。对呀，不是很好吗？现在就加入吧好的，好，OK，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聊到学习中文的误区，坚持真的有用吗？未必我觉得大叔们觉得你还是要寻找让你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对，好 OK，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拜拜。